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明朝时期，在古云镇有一个村子叫黑弥寨，相传史上著名的马陵之战就与此地有着直接联系。当时孙膑巧施计谋诱骗庞涓，庞涓追敌心切，不想误入离马陵不远的黑弥寨。他领兵进村后，根本辨不清方向，兜兜转转出去时，天已入夜，不得不摸黑前行，最终在马陵大败而亡。据说这黑弥寨里的房屋没有一座是正南正北的，街道当然也都是斜的，家之街多巷子多，外地人进村走一走，多半转着转着又回到了老地方。白天有太阳还好些，万一到了晚上，想走出村子，那就是搬梯子上天难啊。刘大海正值幼学之年，是土生土长的黑弥寨人，他家住寨子西口，自小就喜欢穿街过巷，从寨子西跑到寨子东用不了半个时辰。他上有长兄刘涛，下有小弟刘小波，但因他天资聪颖，人又机灵，腿脚也快，爹娘最中意的就是二儿子大海。说来也巧，这天傍晚，大海正在村口玩，有一位大和尚抱着个2、3岁的女娃娃，急匆匆走进了寨子。大海看见和尚竟然抱着孩子，觉得很有趣，就蹦蹦跳跳跟在他身后，想看个究竟。这大和尚转来转去，没走几步就迷了路，怎么走都是在原地打转。一开始大海跟在他身后只是偷偷抿嘴乐，后来实在忍不住就哈哈大笑起来。大和尚急得挠着后脑勺，站在街上左顾右盼，他怎么也见不到一个大人经过，于是就朝大海走了过来。你这个娃娃可认得路吗？和尚看着大笑不止的大海，并不气恼，垂手低眉，柔声问道：认得认得，这里没谁比我还认得了，跟我来吧。大海洋洋自得地边说边领着大和尚朝村东口走去。他们弯弯绕绕，不一时就走出了村子。和尚到了村东口，并不急着离去，回头看了看笑嘻嘻的大海，他来回踱着步子，在村口又走了3圈，每走1圈便停下来仰天叹3叹。最后他再次来到大海面前，蹲下身子问大海：娃娃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可否愿意和我学习读书识字？我姓刘，名大海，读书识字有什么用？你会读书识字，还不是要迷路，得靠我来领你吗？哈哈哈。和尚听完大海的回答，不禁大笑道：你我既有这一段善缘，我就在这村口等你3日，你这就回去问问你爹娘可否愿意随我学习，老衲分文不取，教你3年。假如3日已到不见你来拜师，那表明我们有缘无分，老衲便就此远游。娃娃你意下如何？那好吧。大海歪着脑袋听得云里雾里，但还是决定按和尚的话回家征得爹娘的意愿再做决定。他转身蹦跳着跑回了家，没看到和尚正盯着他远去的背影频频点头。大海回到家，把和尚的话一五一十告诉了爹娘。刘老爹一听，喜上眉梢，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，他早就想给大海请个先生，可无奈家里周转不灵，一个靠上山砍柴为生的樵夫，又能攒下几个银钱？大和尚既然肯教大海，还分文不取，这岂不是正合刘老爹的心意？刘老爹心想，如若大海学有所成，日后能出人头地，有个一官半职，这刘家祖上不是冒了青烟？刘家2老自然是满口答应。大海一见爹娘都喜形于色，就跑去拜了大和尚为师。和尚在村东口一处破庙里暂时住下，每日餐食都靠村民接济，那怀抱的女娃带在身边实属不便，便找了一处人家寄养，取名为兰儿。村东口的李家夫妇虽年过50旬，可膝下竟没个一儿半女。兰儿的到来可乐坏了老2口，他们对兰儿视如己出。李家实在贫寒，夫妻俩把能拿出来的吃食都给了兰儿，
可还是填不饱这娃娃的肚皮。平日里，师傅隔三差五就去探望兰儿，他每次都要在师傅怀里坐上一会儿才肯下来。师傅有时还会领着兰儿到山上去采野果，每次都吃到他小肚皮圆鼓鼓才送回李家。大海跟随和尚整日读书识字，一晃眼3年有余。他本就聪明过人，再加上勤奋有加，在和尚的精心调教下，书本上的知识早就熟稔于心，只是变通起来还需多些时日。大海，3年已过，老衲要去远游了，这支笔就送给你吧。大和尚从怀中取出一支笔递给大海后，转身就朝着村外走去。多谢师傅。大海接过笔后深鞠一躬，等他抬起头时，和尚已不见了踪影。大海心里觉得奇怪，师傅就这样走了，难道他不管兰儿了吗？3年来他都没从师傅嘴里听到有关兰儿的只言片语，他一直不知道兰儿和师傅到底是什么关系。现在兰儿已有5、6岁的样子，虽小小年纪，可已经能看得出他是个勤快又能干的孩子。李家夫妇身子骨越来越孱弱，兰儿就自己挖野菜、采野果去卖钱来贴补家用。不仅如此，每当看到有村民要上山去打猎，他总会跑出来阻止。路上碰到受伤的小动物，他就会抱回家去医治，等小动物伤势痊愈后再送回山上。因此，兰儿一上山，后面准会跟着几个或走、或爬、或跳的小东西。大海很喜欢兰儿，师傅走后，他经常替师傅去探望兰儿，还把自己砍柴卖的几个铜板送给兰儿。可兰儿总是笑着把铜板塞回大海的怀里，也从来没问过大海，师傅为什么再也没有来过。刘老爹不想让大海也和自己一样当一辈子樵夫，就辛辛苦苦攒下些银两催他去进京赶考。大海虽略有所成，但师傅曾经说过，自己的修习时日尚短，需在潜心学习几年才能确保一举中第。可爱着爹娘盼望心切，他只得硬着头皮上阵。大海第一次进京赶考，从小村子一下进了大皇城，毕竟没见过这种阵势，加之爹娘临行前对他多么寄予厚望，哥哥也拿出了他仅有的那点积蓄，大海感到压力倍增。如若没考个结果出来，岂不是枉费了一家人的苦心？可偏偏天公不作美，苦苦等了半年的皇榜张贴出来时，大海只考中了个小小的秀才。他悻悻地背着包袱回到家，本以为定会挨顿骂，可没想到爹娘得知他中了秀才都喜笑颜开，还特意做了几道好菜为他接风洗尘。没过几日，大海还在知县底下做起了刀笔吏，专门料理一些平民之间的小案小情，帮那些说不上话的老百姓向上申冤诉求。师傅送他的笔也终于派上了用场，大海整日笔不离手，才思犹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，一支神笔成了大海的名号。10里8村有解不开的官司，不管跑多远都来找他帮忙。大海也乐于帮助这些贫苦的老百姓，每次看到那些爬满皱纹的脸上洋溢着会心的微笑时，他心里都感慨万千。10年弹指间，刘老爹已从低矮的黑迷寨村小茅屋搬进了古云镇的刘府大宅。大儿子刘涛做起了生意，每天日进斗金。小儿子小波就有点不学无术，没事儿就爱往赌场里逛，可他挥霍的那点银钱根本不值一提。即便如此，一大把的姑娘仍排着队找媒婆来给小波提亲。可这小子除了爱赌，从不正眼瞧哪个姑娘。提亲里不管美的丑的，小波全都拒之门外。刘大娘觉得可能是儿子还小，不懂男欢女爱，不妨再等一等。大海的名号越来越响，他也无心再去考什么状元。现如今自己也算为刘家光宗耀祖了，可爹娘就是不愿让他娶兰儿进门，非说娶媳妇得门当户对。兰儿家境贫寒不说，养父母早已撒手人寰，亲爹娘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人家。刘家虽不说是什么大门大户，
大海可是刘家的文曲星，怎能随随便便找这样一个没来路的女子呢？坏了大海的名号不说，还污了刘家祖上，这可不得了。刘大娘为了这事整日哭哭啼啼，兄嫂也时常劝大海就依了爹娘的心吧。兰儿几近28，出落得亭亭袅袅，眉似远山黛，眼如秋波横，鹰嘴红唇就没那么好看的了。更何况她不只有外表，内心的纯善和温柔早已俘获了大海的心。他也知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可就是放不下兰儿。大海最终还是拗不过自己的内心，违背爹娘的意愿娶兰儿进了家门。兰儿过门后的第2天要去给爹娘敬茶，没成想刘大娘一脸嫌弃地把茶水泼了兰儿一身。一旁的小波见状，还抓了一把胡椒粉撒到了兰儿身上。兰儿虽打小就通情达理，可长这么大还从没被人如此戏弄。大海一早就去了公堂，他无人倾诉，只能难过地躲进卧房，偷偷抹一把眼泪。兰儿哭罢，收拾完身上的污秽，又乐呵呵地上山去干活了。兰儿每天都要看公婆的脸色，还时常被小波耍弄。大海本是个孝顺的儿子，对兄弟也十分照应，娶她进门，本来家人就都不大欢喜，兰儿也是多少知道一些，所以他不好把这些话都告诉大海。可兰儿没了家人，心里委屈，就去和山上的小动物们倒苦水。大海对家里的事全然不知，爹娘在他面前没再说起兰儿的不是，他也算安了心。他还沉浸在新婚的喜悦当中，为自己和兰儿能终成眷属而暗自庆幸。一想到娇妻在侧，大海就打心里笑出声来。大海啊，你别只知道忙，好好管管自己的媳妇，入了门还天天往山上跑，这成何体统？突然有一天，刘大娘拉着大海的手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：兰儿上山去了。大海早就和兰儿说过，等过了门千万别再上山去了，一来家用不需要他来照应，二来村里人看到会说闲话的，他只需做好官太太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自有下人伺候他。兰儿当初可是满口答应的，这还没进门几天，怎么就圈不住了呢？我知道了娘，等他回来我和他说。大海拍了拍刘大娘的手，安慰道：好好。刘大娘并不多话，可心里早就憋着一股气，决心早晚要把兰儿扫地出门。这天兰儿下山往家走，大海正好也从府衙里转出来，他一抬眼正看到赵黑子骑着高头大马走进兰儿身侧。只见那黑大汉抬起马鞭，正抵住兰儿的肩下磕，不知和兰儿说了几句什么，然后便哈哈大笑着策马扬鞭飞奔而去。大海本想上前阻拦，可他离兰儿还有一段距离，况且这一幕来得太快，根本不容他细想。兰儿踉踉跄跄回到刘府，前脚进了府门，后脚就捂住胸口，不断地喘着粗气，他浑身都微微颤抖着，心还在扑通扑通乱跳一气。他和你说了什么？大海也随后跟道，气喘吁吁地一把搂过兰儿的双肩。大海。兰儿一下子扑到大海的怀里，抽泣着说道：他要。畜生！大海根本不用兰儿说出口，这赵黑子是镇上欺男霸女的恶棍，只要他看上的女子就没有娶不到家的，没想到他竟欺到自己头上来了。大海气得火冒三丈，可转念一想又有些不安。兰儿，你就不听我的吗？我叫你别再上山，可你为何偏要去？如今出了这档子事，你叫我如何是好？大海搓着双手，在地上转来转去。大海，我……兰儿欲言又止，眼泪一双一对地落了下来。正当大海愁眉不展时，兰儿一下子像变了个人，冲着刚进门的小波就是一通臭骂。刘大娘一听，从屋里赶忙跑出来，和兰儿对骂了起来。兰儿一点不示弱，双手插住小蛮腰，什么难听说什么，说到激烈处还动手上前扭打起小波来。大海见状，想上前拉住兰儿，
把他拉进卧房，好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可兰儿此时不知从哪来的力气，双脚就像钉在地上一般，无论他怎么拉都纹丝不动。整个刘宅炸了锅，叫嚣声此起彼伏，震得屋顶的瓦片都似乎快要炸裂开来。刘老爹颤颤巍巍也出来帮刘大娘助威，拐杖笃笃地杵着地。刘涛隔了几条街都听到了娘的叫声，撂下摊上的货，顾不上就往刘宅跑。邻居们也不知刘家发生了什么事，都扒着门口往里瞧。整个刘府好不热闹。吵得正凶之际，兰儿突然缄口不言，瞪大了眼睛看着大海，直挺挺地向后倒了下去。大海一愣，赶忙上前抱住兰儿，兰儿身子一软，昏死过去。刘大娘可不管兰儿的死活，仍不依不饶地在一旁叫骂连天。兰儿，兰儿！大海摇晃着兰儿大喊，可兰儿紧闭双目，一声不应。哼，兰儿，兰儿！就知道兰儿，你娘也快要给你的兰儿气死了。刘大娘站在院落里，气得直哼哼。大海，你要还是刘家人，就休了他吧。刘涛用右手食指狠狠戳着大海的额头说道，赶忙上前搀扶着刘大娘进了内屋。哥，你就不该娶她进门，今天你终于看到了吧，她简直就是一个悍妇，休了她，休了她。小波揉着被兰儿揪得生疼的耳朵，恨恨地说道，一扭身跑出了刘宅大门，径直朝赌场跑去。休！刘老爹几年前患了一场大病，因医治不及时落下了病根，从此说不出整句话，好不容易蹦出个单字，还总是含含混混。可他心里还明白，当下自己真该说点什么。他鼓了半天嘴，好不容易说出这2个字。说完后，刘老爹就笃笃地拄着拐杖也进了内屋。大海，兰儿夜半醒来后，一点也想不起白天发生了什么事，她只觉得头痛欲裂。看到大海一脸颓丧地坐在床边，她不知道丈夫为何不宽衣就寝，却这样瞪着眼珠看着自己。兰儿，你明天还是回村吧。大海犹豫了一会儿，痛苦地说出了最不愿说出口的话，他决定休了兰儿。你为何要这样做？兰儿眼含热，掩面而泣。哎，大海挑亮了灯，拿出笔墨纸砚，准备写下一纸休书。笔尖触及纸面，写出来的却并非大海想写的文字。大海仔细一看，都是些弯弯绕绕的不明符号。他揉揉眼睛，以为自己看错了，再重新写一张，结果还是如此。大海觉得或许是自己白天太过劳累，等明天再写也不迟。他无心再和兰儿同床，就合衣而眠。兰儿不知大海为何苦恼，但丈夫眼下是一定要休了自己，是因为公婆和小叔吗？可是他们平日里欺人太甚，为何都怪罪到兰儿头上？次日清晨，大海起身后想再写一封休书，可画出来的仍和夜间的一模一样，真是怪事一桩。大海正纳闷间，忽听得门外哭喊声响成一片，兰儿还在熟睡，这又是为何呢？大海出门一看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只见小波血淋淋地躺在破木板上，被几个下人抬进了刘府，后面还跟着一群大汉，一进门就吵吵嚷嚷，开始往外撵人。刘大娘一看哪受得了，趴在木板边上开始嚎啕大哭。原来昨晚小波被兰儿大骂一顿后，气恼不过，就跑到赌场去撒气。平时他若赌输了几场就会罢手，可这次他偏不停手，最后还把整个刘宅都押上了赌桌，输得一塌糊涂。出了赌场大门后，小波又想回去理论，却被一个大汉使劲一推，一头撞到石狮子上，气绝身亡。小波虽然一命呜呼，可白纸黑字签字画押的证据确凿，刘宅现在已经是赌场的了。尽管刘大娘哭天抢地，也于事无补。那群大汉不止霸占了刘宅，还抢走了兰儿。大海势单力薄，根本拦截不住，他只得先草草掩埋了弟弟，遣散了仆人，带着爹娘出了刘府大宅。
再想办法去救兰儿。本想先去投奔大哥，可刚走到刘涛的店门前，就看到一行人正在搬走店里的货物。大海啊大海，你来的正好，再借给哥点银子周转周转，这次过后，哥绝对会连本带利把以往的钱都还给你。刘涛看到大海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，他一把抓住了大海的双手，可仔细一瞧又觉得不对。爹娘，你们咋也来了？小波他，呜呜呜！刘大娘伤心欲绝，心里又憋着一股火，再看到大儿子又赔光了家底，竟一下子背过气去。波，刘老爹笃笃地往地上使劲杵着拐杖，他似乎有一肚子话，可就是道不出，憋胀得老脸通红。大海见状，抚了抚爹拿着拐杖的手，刘老爹这才顺过气来。真是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刘家这一会儿功夫就亡故了2口人。大海欲哭无泪，跪问苍天，为何待己如此不公？你当年做的丑事，现在得还了。正当大海感觉无助又无望时，大和尚慢悠悠走了过来，微笑地看着大海。师父，徒儿。大海看到师父后，心情复杂到了极点。他本想把这些年的事和盘托出，可又顾虑重重。他一则不敢直说，二则怕师父怪罪，不必多言。老衲和你一样，心知肚明。大和尚双手合十，微微摆手，你不用担心兰儿，她没事，去做你该做的事吧，做好自然有福祉降临。师父，那支笔只容你犯一次错，老衲没想到这一次错竟险些让你家破人亡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大和尚边说话边慢悠悠地往前走去。大海望着师父远去的背影，暗暗下了决心。大海安葬了娘，又安顿好刘老爹后，便径直前往京都府衙。他到了衙门口，直挺挺跪在公堂上，说出了几年前的一个冤案。巡抚大人听罢大为震撼，立刻派人和大海一同前往古云镇，将赵黑子捉拿归案。原来在5年前的一个春天，黑迷寨里来了一位杂耍老人，老人又聋又哑，随身养着几只猴，靠耍猴戏边走边赚些吃食。在他路过镇子时，被赵黑子的小妾看到，小妾想多看几天猴戏，于是就把老人接入赵宅小住几日，本也相安无事。可这赵黑子当时看中了镇里的另一位姑娘，这小妾他早就玩腻了，想换换胃口，可小妾很会哄他开心，赵黑子就想先把那位姑娘娶进门再说也不迟。几番周折后，姑娘是娶进来了，可小妾总是出来刁难，赵黑子哪里受过这等邪制，即便夫人也只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哪还轮到小妾来对他指手画脚了吗？他不由得开始憎恶起小妾来。赵黑子偶见杂耍老人住进赵宅，便心生一计，伙同下人勒死小妾后栽赃嫁祸给老人，然后一纸诉状将老人告上公堂，只说老人奸淫小妾，小妾无言以对，便自缢而亡，请知县大老爷为民申冤。大海正是为赵黑子撰写诉状之人，一支神笔名不虚传。大海一出面，老人毫无翻身之地，被判秋后问斩。老人无亲无故，自然无人再替他申冤，他就这样稀里糊涂被推上了刑场，血溅当场成了替罪羔羊。猴们没了主人，便四下跑进山林，自寻活路去了。大海为何要助纣为虐？他并非不知赵黑子的恶名。当赵黑子找上门来要大海为其写状纸时，刘家正举步维艰，刘老爹卧病在床，命在旦夕，刘涛生意上负债累累，急于翻身。大海虽小有名气，可收入极其微薄，全家还都要靠他来支撑。赵黑子出手阔绰，说只要能打赢官司，1万两白银便可纳入囊中。大海左思右想后，应下了这场官司。他本以为孤身又聋哑的老人，即便输了官司掉了脑袋，也没人会重新翻案再替他申冤，这岂不是一桩稳赚不赔的买卖吗？可他没想到老人所养的猴里
有一只竟是修行800年的老猕猴。老猴不慎被狩猎者刺伤，奄奄一息之时被上环年轻的老人救下，后来就死心塌地跟着老人一路杂耍走江湖。老人有一口吃的，就掰成2半和猴分食。老人怕一只猴太孤单，就又找了几只小猴与他为伴。而今老人不幸遭人陷害，丢了性命不说，还得了个千古骂名。老猕猴实不知是赵黑子从中做的手脚，只道是大海的一纸诉状害惨了老人。老猴逃到山上后，便寻找机会要为老人报仇雪恨，至少要还老人一个清白之身。可大海的为人一直受到村民们的认同，无论是上山砍柴的，还是走过路过的村民，都一味只说大海的好处，没有一个人说过大海的不是。老猴心里犯了嘀咕，难道是自己弄错了吗？因此他迟迟没有动手，直到兰儿被公婆欺负，只能上山来和小动物们哭诉，他才怨恨心又起。于是老猴摇身附到了兰儿身上，想跟着他去一探究竟。谁知路上竟又碰到赵黑子出言调戏兰儿，随之大海的出现彻底让老猴憋不住。大和尚算出兰儿有一场劫难，便云游归来，默念楞严咒驱出老猴真身。稍加盘问，和尚方知徒儿已犯下大错，他答应老猴会超度老人的亡灵，并让大海给他一个交代，还老者清白之身。老猴这才愿意离开刘家返归山林。赵黑子第一眼瞧见兰儿时就欲火中烧，他魂不守舍地回到赵府，马上叫来手下人去四处探问。得知兰儿已嫁给刘大海后，他独坐厅堂，扪心自问，天下哪有这么标致的美人？即便有，那也得是他赵家的女人，怎能让他先一步进了刘家的大门？说起刘家，还不是因他赵黑子才有了今天的名望。既然当初能让他功成名遂，家累千金，而今就可以让他身败名裂，一贫如洗，甚至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赵黑子想罢，便吩咐手下人如此这般行事。整个古云镇上的赌场和商铺都和赵家有一定牵扯，赵黑子就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能力。他早知道小波爱赌，刘涛爱贪小利，那桩案子就是大海的把柄，就算是知县大人过问，也要让他赵黑子几分。于是赵黑子高价购买刘涛尚在途中的货物。刘涛是个见钱眼开的主，他以为这次赚大了，但没想到赵黑子会派人在半路拦截，抢了他的货，让他不能准时付货。如此一来，刘涛的店铺自然成了赵家的囊中之物。随后赵黑子还设计吊住小波，在赌场里故意让他先赢几场，当小波玩性大起之时，再让他输尽家财，这样他就顺理成章地霸占了刘家府邸，还顺便抢走了兰儿。赵黑子做事心狠手辣，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。无论如何，总算得到了天下最标致的美人。赵黑子迫不及待地掀开轿帘，想痛痛快快发泄一场，可他没想到轿子里的美人竟无故变成了一截烂木桩，这可气坏了赵黑子。他抄起马鞭就是一顿抽打，把抬轿的几名大汉都打得遍体鳞伤。大汉们一一跪地求饶，他们口口声声说道，就算被打死也实不知是谁从中掉了包。赵黑子也知道手下没人敢在他头上动土，可他不能就这样吃了哑巴亏，一定是刘家人从中作梗。于是他便派人四处去寻找刘家人下落，发誓就算挖地3尺也要把兰儿找出来。赵黑子独没想到的是，大海竟然不顾自己的前途，直接到京都去接他的老底。这下赵黑子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儿，连带着知县也被一起拉下马。巡抚大人亲自审案，最终判赵黑子斩立决。赵氏子弟都被发配边疆，被强抢来的民女自愿各自归家去了。县里人得知后，一片欢呼雀跃，都说巡抚大人判得好，也都夸赞大海做事果断，铲除了这个地方恶霸，简直大快人心。
就下了不知多少良家女。大海听到乡民的夸赞后，心生愧疚，他向乡里乡亲说出了实情，自愿走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他心如死灰，只盼早些给自己个了断，也算给死去的老人一个交代。几日后，大和尚带着兰儿到牢中探望大海，见到兰儿好端端地站在自己面前，大海既高兴又难过。正当大海思绪繁杂时，师父告诉他，其实兰儿并非人身，而是师父的佛珠幻化而成的人形。当年师父在黑弥寨附近云游，从村民口中得知，村里有个孩子姓刘名大海，此子天赋异禀，他便生了恻隐之心。他想教化此子，日后或许可以造化一方百姓。于是和尚略施小计，给大海做了3年师傅。3年后，大海虽学有所成，但毕竟缺乏历练。大和尚算到他日后定会被人利用，于是临行前送他一支施了咒的笔，以防他错上加错。兰儿犹如和尚的一双耳朵，也能时时留意大海的一举一动。可就是大和尚如此这般安排后，大海还是犯了大错。俗话说，知错能改善莫大焉。而今大海既已悔过，日后就看自己如何行事了。兰儿摇身化为一串佛珠，师父将佛珠递到大海手里，大海接过佛珠后不禁流下了2行热泪。好自为之。师父最后送给大海4字真言，他微笑着看了看颓丧的大海，然后转身踱着步子走出了牢房的大门。眼看着师父的背影消失在牢房的尽头，大海端坐在牢房内，将佛珠揣进怀里，他感觉从来没有过得清醒。牢房外，乡民们得知大海被捕，整日不吃不喝，坐在衙门前。每当见到巡抚大人出面，他们就大声呼喊。大海虽有过，但功不可没。巡抚经上报朝廷，念在他深得人心，对大海网开一面，升为知县大人，让他继续为民效力。大海拜谢过巡抚后，走马上任，从此断案清明，再无冤假错案发生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